暗影骑士绑架精灵萝莉，要挟双胞胎姐姐解开通往精灵之乡的结界。如果今天真的没做到，萝莉就性命不保。驯兽师来到迷失森林寻找真实之盾，得知这么个消息后，他们决定帮助精灵索拉救回妹妹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雷恩让索拉留在原地。很快，他们在森林深处发现了暗影骑士和被绑起来的露娜。雷恩交代一番后，三人一起冲向暗影骑士。雷恩率先放出火球，魔法攻击对暗影骑士不起作用。不过雷恩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吸引暗影骑士的注意，趁机和邹展开正义的群殴。可惜暗影骑士物抗坚硬，居然连邹都没能一击打倒。邹的目光太过担心，让暗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向露娜挥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塔尼亚拦下攻击救走露娜，声东击西救援计划成功。但暗影骑士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，毕竟连身为最强种族的邹的攻击都不奏效。暗影骑士发狂，使出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大股狂风肆意破坏着周围的一切，这就是魔王军的强大力量。雷恩和邹根本无法靠近，再这样下去，整片森林都会被摧毁。雷恩让邹想办法停下暗影骑士的动作，然后给对方致命一击。邹觉得难搞，之前他们也试过了，一击很难将其打倒，但雷恩都说他有办法了，邹也没有异议。紧接着，雷恩契约了一整个蜂场的阿尔风，驱使蜂群缠住暗影骑士，然后对着邹使出一记魔法。邹只感觉自己被什么贯穿了，紧接着从体内涌出了大股力量。邹冲到暗影骑士面前，全力挥出一拳，瞬间贯穿了他的腹部。暗影骑士化为碎片消失，任务完美解决。原来雷恩刚才使用的是驯兽师本身的固有魔法之一，能够暂时增幅邹的力量。之前因为他的魔力不足而无法使用，不过在和塔尼亚契约之后，完全不用担心魔力的问题。但能力振幅应该是失传的魔法才对。雷恩又一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。露娜和索拉终于团聚，姐妹俩相拥而泣。露娜的性格和温柔害羞的索拉完全不同，非常跳脱调皮，但是两个人相处的却非常融洽。露娜回来之后，索拉的心情也好了很多，不过两人却并不打算留在迷失森林了。他们已经不想和不顾他们生命的同胞们待在一起，但是他们都是家里蹲，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，万一再遇到危险的魔物怎么办？于是邹提他们一起走，双胞胎就等着这句话，迫不及待的要和雷恩签订契约白给。雷恩有点傻，驱使精灵这就有点触及他的知识盲区了，因为不同种族需要凝聚的魔力构造不同，而精灵族就在他所知的范围之外。雷恩构造了半天魔法师才下手，好在契约非常顺利，双胞胎正式加入雷恩大家庭。雷恩将真实之盾拿给勇者小队，勇者小队被啪啪打脸，雷恩这个废物居然只用了2天就完成了攻略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艾利欧斯一口咬定这是冒牌货，但经过鉴定，这确实就是真实之盾。艾利欧斯也只好咬牙给出报酬。雷恩刚准备离开，想着终于不用和这群宰种扯上关系了，就没想到光头突然邀请雷恩归队，因为他们注意到了雷恩的支援是必要的。小队其他成员都没有异议，光头表示今后会把雷恩当成正式伙伴对待。一直纠结过去的事多没意义，愤怒再次涌上心头，他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居然就被这么一句话带过，这群人完全没有任何改变。这时邹和伙伴们走了出来，向雷恩伸手，不过光头的劝说，雷恩坚定地带着伙伴离开，他才不在乎什么名誉和金钱，他所渴望的事物都在这里了。雷恩拒绝入队，勇者小队脸色难看，强行挽尊。艾利欧斯彻底记恨上雷恩，发誓一定要杀了他。双胞胎想知道为什么只有勇者才能打倒魔王。根据传说，在遥远的过去，魔王以强大的力量支配着其他人类，没有人能忤逆他。初代勇者为了打倒魔王和诸神定下契约，将诸神的血液注入自己的身体，获得诸神力量的勇者打倒了魔王，人类获得了解放，世界迎来了和平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勇者注入的诸神血液，因为一般人不管怎么锻炼，身体都是有极限的，但是勇者不一样，融入神之血的身体没有成长的极限，可以不断的积累力量，一直成长到能打败魔王的程度。突破极限就是只被赋予给勇者的力量。索拉突然开口，如果这么说，雷恩不和勇者一样吗？雷恩和邹签订契约，获得了猫灵族的身体能力，和塔尼亚签订契约，获得了龙族的魔力，接着和精灵双胞胎签订契约，又获得了精灵族的魔力，早已超越了人类成长的范围，不就和勇者的突破极限一样吗？只要雷恩和更多最强种族缔结契约，或许就能成长到打倒魔王的地步。毕竟要拯救世界的话，雷恩可比那个宰种勇者更可靠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都服役。难道雷恩不想打倒魔王吗？雷恩想了想，在加入勇者队伍之前，他的确是以这个目标而努力的，但是在被开除队伍之后，使命和目标都消失了。现在和邹他们相遇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未尝不可以以此为目标。于是雷恩决定考虑一下，但不管雷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伙伴们都会陪在他身边。收到勇者小队的报酬之后，雷恩终于有钱给自己置办装备了。索拉和露娜第一次来到人类世界，逛街时害怕的紧紧拽着雷恩。他们一族是以寿命为单位的家里蹲，适应人类的世界还需要点时间。之前被塔尼亚打败的冒险者成了他的小弟，邹和邻居相处的也很好。
一群小孩子跑到雷恩面前，说他又带新娘子回来了，这么可爱，是不是花妖精？索拉被夸得害羞道谢，而露娜得意的想直接变身炫耀，被雷恩和索拉捂着嘴拖走。他们精灵一族一使魔法就会露出翅膀，要是被人发现他们精灵族的身份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这是镇上最好的武器店，老板是个性格古怪的矮人。露娜拿出鞭子让雷恩试试，驯兽师不就是挥着鞭子那种类型的吗？还能做这样或者那种事情。说着，索拉的脑子里都是不过审的画面，羞得追着露娜打。雷恩趁熟的武器是短刀，但当他拿起武器店里的短刀时，却感受到了奇怪的不和谐感。这是一个年轻人来到武器店，他张口就要店里最高级的武器，他有的是钱。于是矮人拿给了他一把装饰华丽的宝剑，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走了。但雷恩总觉得不对劲，他问矮人，那真的是他店里最好的剑吗？刚才那柄剑作为装饰品确实无可挑剔，但是并不适合实战。不仅是那一把，店里的所有武器都是一样的，店主到底隐藏了什么？听到这里，矮人突然大笑起来，夸赞雷恩有眼光。原来店里摆设的都是他闲暇时做出的量产品，真正的精品被他藏了起来。最近的冒险者都是这样，不考虑技巧和符合度，光拿着钱来店里说要最好的剑。有了新欢之后，他精心制作的武器马上就会被丢弃，这让他非常心痛。对于武器工匠来说，武器就像是自己的亲骨肉，他只想把武器找一个合适的主人。塔尼亚突然冒出来，对矮人说他的想法自己能理解，一流的东西就应该有相应的人来使用。矮人问雷恩怎么看出不同，别问，问就是驯兽师的技能。雷恩在驯服动物时需要仔细观察对方，所以在生活中他养成了不断观察的习惯。矮人很中意雷恩，愿意为他打造专属武器，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他这没材料了。制作特别的武器需要名为秘银的矿石，秘银非常珍贵，用它制作的武器一辈子都不会损坏。矮人的祖先留下了一座秘银矿，但是从最近开始，矿里却一点秘银都采不出来了。不是矿石枯竭那种渐渐变少，而是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归零。事情很蹊跷，于是雷恩接下了调查矿山的委托，报酬就是矮人自己打造的武器。几人来到工会，发现今天这里非常热闹，一问才知道是勇者在招募辅助成员。对于能成为勇者队伍中的一员，大家都非常兴奋，但只有雷恩他们知道，勇者队伍里没一个好鸟。娜塔莎看雷恩又拐回2个小萝莉，为雷恩可能牢底坐穿深深担忧。将委托书给工会公证后，一行人踏上了前往矿山的路。索拉和露娜从没出过远门，走了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，而且今天天气还很热，正巧前面有一处水潭，姑娘们玩心大发，缠着雷恩要泡澡玩水。雷恩避嫌去后面看管行李，契约了2只小松鼠站岗，自己睡了过去。而水潭这边可是一片好风光。精灵萝莉对奏和塔尼亚的波涛汹涌非常羡慕嫉妒，几人在水池里欢快地打闹着，突然奏像是察觉到什么一样，发出一声惨叫。惊醒的雷恩以为他们遇到了危险，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，结果只是奏的尾巴被鱼咬住，他反倒把姑娘们全看光了。雷恩急得扭头诚恳道歉，虽然害羞，但姑娘们还是原谅了雷恩，毕竟雷恩也是因为担心他们。经过这个小插曲后，众人顺利到达了矿山。雷恩并没有贸然进入，他推测秘银突然消失，很可能是有人盗采，盗采者应该还在矿山中。这时雷恩突然发现空中有鹰在盘旋，紧接着2个男人走出矿山四处寻找。雷恩让奏和塔尼亚动手，注意留守等着问情报，笑死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留守，直接把人干翻了。露娜和索拉提出可以使用魔法窥视记忆，这是他们精灵族特有的魔法。通过记忆搜索得知，矿洞里确实有一波人在盗采矿石，而且还都是冒险者。姐妹俩立了大功，得到了雷恩的摸头奖励，但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，因为天上那只盘旋的鹰是契约魔手，也就是说盗采的队伍里也有驯兽师的存在。